你说这大烟这么害人，怎么就禁不了了呢？鬼子就希望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抽大烟，拿不动枪。更可恶的就是那些汉奸，帮着日本人卖烟，昧着良心赚着黑心钱，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。唉，再好的一个人，只要染上这大烟就完蛋了。是啊，哎，你说吴英好端端的，怎么就染上大烟了？就为了抽大烟，现在连队长的话都不听了。哎，客官，您的包子来了。哎，请慢用。哎，卖包子嘞！新鲜刚出炉的。哎，卖包子嘞，来看看。哎，喂，光看着包子，那包子不会自己到你肚子里的啊？哎，饿了吧？趁热吃。快点啊！你说那些烟馆里的人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总有一天呢，我们把那些烟全都烧毁，烧它个3天3夜。好了，你先吃着，我去有点事，不许乱走啊！我很快就回来。又大又香啊！你干嘛去啊？这个村就没了，快来看看啊！我去下烟馆啊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你？你去那地方不得发飙啊？哎，你知道那些烟馆里面都是什么人吗？那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去烟馆到底干什么？我是为了吴影的毒瘾，我没办法帮他解毒，所以我就抽2口，看看毒瘾到底怎么回事。你疯了！想要了解一种毒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体验。只有深刻的了解那个毒瘾的毒性，然后再了解它的发作状态，才能找出对付它的办法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。又大又香啊！过这个村就没了，快来看看啊！我不能看着吴影就这么难受下去，他这样下去肯定完了。就是因为吴影已经这样了，我就更不能让你染上烟瘾了。吴影的烟瘾我看已经戒不掉了，要是再加上你，队长也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到大接触过不下100种剧毒啊。要如果没有办法解毒的话，我现在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什么？你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毒？是啊。哎，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？命只有一次，有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？你想知道？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16岁那年，我被一个人贩子给拐走了。那个人是个用毒的高手，经常在我身上试毒，以求解毒的办法。我跟了他5年，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毒。为了摆脱他的魔爪，我在他的饭菜里面每天下了不少的毒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不知不觉地死在我的手里。那，你现在还以身试毒吗？寻常的小毒我是看不上，但总是有些毒我是从来没解过。我母儿毒的，命中注定一定会死在这上面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以身试毒了。哎，什么剧毒我没见过，驱大烟算什么？好了，我去就来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个好主意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你在那个人的饭菜里下了毒吗？怎么了？那下毒是一天天增加的，解毒的话，那就一天天减少了。大烟是慢性的毒，每天减少一些，我相信如果用这个办法的话，无瘾应该能够治好。
那会不会太慢？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静儿，我还没过瘾呢，再给我抽一口！抽，我抽死你！我老大，再给我一口，求你！好了，再给我一口。吴影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从现在开始被关起来，再也看不到大烟；第二，你每天可以抽1口，但只有这么一点，并且一天天会减少。只能选一个。那我，吴影，那我选第2个。哥，你不知道没得抽多难受啊！好了，今天没有了，明天中午你找柳禅要。那个，那行。文三儿，吴影怎么样了？抽大烟呢？什么？这柳姑娘说呀，这大烟得每天减量少抽，说这才能把大烟戒掉。哼，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。哎，没准儿啊，这也是个办法。但是我觉得奇怪，你说咱们都好好的，为什么单单吴影他染上毒瘾呢？对啊，你们的饮食起居是在一起的吗？我们天天在一起吃喝。那他没有别的举动吗？这吴影啊，他喜欢热闹，喜欢和兄弟们在一起。这你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山寨里就他一个人抽烟，海里星还特别烦他抽烟，说他这烟呢会影响他的嗅觉。啊，抽烟，或许问题就出现在这儿。香儿，这香烟和大烟完全是两码事儿。香烟才多少钱呢？要香烟里头有大烟呢，这绝对是赔本的买卖，谁会干呢？那吴影抽的烟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山下买的吧？山下买的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得，别猜了啊！整个康城的烟都是王平章经营的，这个王平章可是个爱国商人，还捐助过咱们，他不可能干这种勾当的。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？知人知面不知心的。队长，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。好，文三儿，你留守山寨，香儿，你跟我下山去查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我也跟你们一块下山吧，我想去拜见一下岳浩龙岳老前辈。好，日本人要对付他，我们应该事先提醒他。刘维，记住了，一会儿你可千万不要冲动，啊！我正想去好好的教训那群小日本人，有话要好好说。队长说的对，你别这么冲动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抢东西啊！乔老板，赶走！滚呐！乔老板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没办法呀！少一点吧！呸！给你钱还不是去抽大烟啊？为了大烟，竟然把自己的闺女卖到窑子里去！大家看看啊，就这老东西，硬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呀！他女儿啊，比他有骨气多了，卖到窑子里面，打死不从，最后啊，上吊死了。我对不起我闺女啊！可我不能没有大烟，我不能。乔老板，求求你，给我点钱，让我再抽一回。抽完这回，我就去陪我那苦命的闺女。现在来骨气了啊？你钱干什么去了？啊！求求你了，乔老板。看在街坊们的份上，今天就算了。如果再发现有一次，打你个半死！谢谢，谢谢。滚！这是什么事儿？这是鸦片很无情。
烧了。刘威，先别着急，我们把鸦片馆背后的主谋先查出，你去岳师傅的。 要干嘛呀？你还不知道呢？啊，他们是要去踢馆，去找岳老爷子麻烦。岳老爷子是谁啊？他们找死吧！听说这个日本浪人功夫了得啊，真替岳老爷子担心了。行了行了，李大哥，我请你喝茶啊！好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1、2、3，哎，全握紧。 4、5、6，哎，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5、6。喂，谁是岳浩龙？叫他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滚开！我找岳浩龙比武。比武？你没资格跟我师傅比武，连最起码比武的规矩都不懂。比武就得上擂台下战书，就是不像你这样带一帮人来瞎闹。啊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规矩？哼！你说我们是野蛮人，你们中国人是什么？我今天就是要比武，躲着不出来。你们都是东亚病夫。这而已，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啊！想见我师傅，先过我这关。铁门，师兄，师兄，你放开，师兄，岳浩龙。 喂，力气不小嘛？还行。乡下放牛时，那畜生练的。动手！你就是吉田吧？我是吉田。岳师傅，我的武馆和你的吉田道场本身就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今天为何到我这里故意生事？你真以为我们中国没有人了吗？任你如此猖狂！我是来比武的。我虽是一介武夫，但我懂得礼数，我不和蛮子交手。你
怕了。堂堂的岳浩龙也会怕？要我走，很容易。你承认你怕，然后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打住！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，从我们这里学到了点皮毛，就如此张狂。今天我不让你见识见识中国5000年的文化和中国武术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。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不过如此。看到厉害了吧？回去吧！滚回去！我输了，杀了我吧！尝到被人羞辱的滋味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日本人，喜欢羞辱别人。今天你就是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去，我也不会让你爬。滚出去！滚！走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晚辈陆有为，拜见岳老前辈。快请，快请，坐下说话。来，谢谢。走走走。哎呀，你和吉田那一掌啊，我看见了，功底很扎实啊。你师承何人？我师父名讳上一下梅。哦，你是一梅大师的徒弟啊，难怪功底那么好。
黑虎偷心，他必定能挡住，那样他就会变被动为主动，反攻于我。要想克制他，就要别出西径，仙人指路，就是最好的一招。哎呀，很可惜啊，刚才您打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我都没看见您怎么变招的。后来我琢磨了一下，这个招数我怎么也变不出来啊，还望岳前辈赐教。你很好学呀，其实比我的徒弟强多了。行啊，等安排出时间，我演示给你看。我还想跟你过几招呢。多谢岳前辈。请用茶。哎，好。里边请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！欢迎下次光临啊！哎，老爷，好好给我看着啊！啊！哎，好。队长，你看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老四，他是这里的地痞流氓，现在都有跟班了。那个烟馆会不会是他的呀？有可能。走，我们去查一下。好。两位客官，里面请。两位客官要点什么？小二，给我来煎炒烹炸4个菜。好，快。客官，你稍等。得想办法把那几个人引走才是。我想到办法了，我把他们引开，你进去逼问严老板。哎，听啊，谁的钱包啊？哎，谁的钱包？谁丢钱包了？过来看看，过来看看啊！哎，这是我的这个。你的？里头有几个大洋啊？有吗？5个。几个？5个。大伙儿听听啊，编瞎话都不会编呢。5个，这听你少说有20几个，不是你的。哎，谁的钱包啊？谁的钱包啊？那几个兄弟啊，过来！哎，瞧瞧，是你的吗？是你的吗？仔细看看，来，仔细摸摸，来摸摸。啊，是你的吗？四爷，喝一杯啊！来嘛，喝呀！上！你的大烟从哪儿来的？姑娘，你找错人了吧？哼，少装蒜！我盯了你很久了。你开烟馆背后一定有人支持，那人是谁？姑娘，这我怎么知道呢？不知道。现在你该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。还挺能忍的。不要看我的手指！好啊，我不砍你的手指，我画你的脸，毁你的容。不要！四爷，我不想被毁容，我不想要见不得人，求求你就告诉他吧，不然我们2个都完了。还不说？要不我把你手指全给砍了，再毁他的容。我说，赶紧说。烟馆不是我的，这货和老板都是王平章的。是他。小五。队长，
居然是王平章，是那个叫老四的亲口说的。我拿剑指着他，应该不会有假。走，回去再说。好。你不是说一个老头子很好对付吗？你不是说凭你的武功很容易战胜他吗？大话说出去了，可结果呢？是谁被打败了？是谁被打得一败涂地？居然差点钻了别人的裤裆！你简直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都丢尽了！是我错了。完了！现在知道错，有什么用？你这次不但没把岳浩龙的声望给打下去，反而让他在人前领尽了风骚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有多少人崇拜岳浩龙，有多少人尊敬岳浩龙啊？是我轻敌了。这帮中国人不好对付。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，岳浩龙很可能成为康城的领袖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管制。对我们来说，可谓是大大的不利。我明白，我一定想尽办法干掉那个老头，必须要除掉他。不择一切手段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嗨，我会不惜代价，用任何手段干掉岳浩龙。大佐，驻军的防卫你完全可以放心，一切都风平浪静，没有任何抗日分子的骚扰。是的，大佐，最近连新四军游击队的声音都没有了，看来他们对我们忌惮。你们可不能松懈呀！他们相当的狡猾，只是暂时躲藏了起来，随时会再来破坏的。嗨。你是不是抽鸦片了？报告，没有。给我说实话，我不会追究的。大佐，我真没抽。雷慕容，嗨，叫人带他去看医生，检查一下。嗨，不，我抽了，我抽了。八个。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，鸦片是用来给中国人抽的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允许染上这个陋习的。之前中国人丧权辱国，就是为了鸦片。我是不允许我的部下走上这条死路。这就是抽鸦片的下场，也是给你们所有人的警告。你们回去传我的命令，如果发现谁抽鸦片，杀无赦。嗨！这次下山，我已经查清楚烟馆幕后的老板是谁。是谁啊？我去杀了他。你都想不到是谁，就是那个爱国商人王平章。王平章，这个王八蛋，亏我之前那么信任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明白了，一般人都知道不能抽鸦片，于是王平章就在香烟里下毒，让人一点一点上瘾，又不能察觉，最后啊，
只能抽到烟馆里去了。这也太阴险了，怎么想出这种办法？只靠卖香烟怎么能发大财啊？这个算盘打得真够好的。狗日的王平章，坑死我了！那这一次上当的人一定很多了。刘飞，你给我买的什么烟啊？啊，你想害死我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要知道我才不会去买呢。是，王平章道貌岸然，打着爱国的幌子去骗人，这个人一定要除掉。是啊，这个王八蛋一定要除掉，而且得烧了他的大烟。对，一定要让大家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。没错，不能让老百姓再受毒害了。这件事情我们管定了。那咱们赶紧行动吧！哎，机长，把那王平章留给我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个蠢货！人家一下，你就全给招了。哎呀，老板呐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那女的太狠了，一下子就切掉我的指头。我要是不说，我这些手指头都得断呐！哎呦，查清楚那女的是谁了吗？不用查，我认出她来了，她就是苗峰的女儿。你肯定？我肯定，我是本地人，对苗峰是再熟悉不过了。我也听说，苗峰的女儿参加了游击队。哎，现在我们惹上了游击队，麻烦也就跟着来了。老板，游击队会不会找我们麻烦？肯定会来的。哎，来吧，咱们下个目标就是我了。我要布下天罗地网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些游击队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抓住我。我已经弄清楚了，这里啊就是王平章的仓库，所有的货都在里面。好，咱让他血本无归。文三儿，你在这守着，我们进去收鸦片。走。文三儿，你把风，我们进去。队长，怎么都是香烟，没有鸦片呢？不可能啊！哎，反正香烟也是害人的东西，干脆一起烧了吧。等等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？上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！
队长，分头跑吧。香儿，跟我来。好。香儿，哎。 追这边！走，快点！走，这边。好。那边。给我追！给我把这里包围起来！走，往这边走，这边。通知黑木少佐，让他加派人手。快快！给我仔细搜。嗨！香儿，一会儿你先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我不会自己走的，我们一起冲出去。别吵了，这是命令。看你往哪儿跑！你最好乖乖的出来投降。香儿，爆破！好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。你为什么不走？换成是你，你会扔下自己的队员不管吗？我们都是游击队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